欧洲人餐餐离不开面包，可奇怪的是，他们的糖尿病发病率却相对较低，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矛盾？一边是高碳水的面包，另一边却是较少的糖尿病患者，比起很多亚洲国家都要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欧洲人的体质天生抗糖，还是他们的面独特秘诀？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疑问，一起来揭开谜底，既要找出欧洲人酷爱面包，却糖尿病少见的4大原因，也要分享给大家6种被称为高血糖克星的食物，让血糖稳定如山。在欧洲，面包就像米饭在东方一样重要，是日常饮食的灵魂。不论是法国的长棍面包、德国的黑麦面包，还是意大利的佛卡夏，欧洲各国都有各自钟爱的面包种类。早餐来片烤面包，抹果酱；午餐三明治，夹火腿蔬菜；晚餐搭配汤和沙拉。可以说一日3餐都少不了面包的身影。然而，面包虽都是面粉制成，其类型却大不相同，对血糖的影响也千差万别。欧洲传统面包中，全麦面包、黑麦面包、杂粮面包以及酸面包、天然酵母发酵的面包占有重要地位。这些面包往往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质地扎实，颗粒分明，和我们常见的松软白面包并不一样。相比之下，经过高度精制的白面包，因为去除了麸皮和胚芽，纤维含量低，淀粉消化快，吃了更容易让血糖飙升。所以，欧洲人并非顿顿都啃松软的白吐司，他们更偏爱那些嚼得出谷粒的面包。这种饮食文化的差异，正是理解欧洲人血糖管理的重要线索。那么，为什么欧洲人吃这么多面包，糖尿病发病率却较低呢？归根结底，并不是面包有神奇降糖功效，而是多种饮食和生活方式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总结来看，有4大关键原因。1. 主食粗粮多，面包 GI 值更低。欧洲人的饮食结构中，全谷物比例高，全麦面包、黑麦面包等富含膳食纤维的主食比比皆是。天然酵母发酵的工艺更是降低了面包的升糖指数 GI， 让淀粉的消化吸收变慢。膳食纤维就像海绵，可以延缓葡萄糖进入血液的速度，防止餐后血糖陡升。想象一下，同样是一片面包，粗粮面包就像慢跑运动员，稳稳当当地释放能量，而白面包更像短跑冲刺，一下子把糖分全释放出来。长期吃这些低 GI 的粗粮面包，人体胰岛素负担更小，自然有助于降低糖尿病风险。在北欧等地区，深色的黑麦面包和酸味的发酵面包很受欢迎，当地人戏称它们为可以慢慢嚼的营养砖。别看它们口感扎实朴实，这正是欧洲人的小秘密之一。主食选对了，血糖就不会乱窜。2. 饮食均衡多样，蔬菜蛋白不可少。欧洲人的餐盘上不只有面包，还有丰富的蔬菜和优质蛋白质。沙拉里的绿叶菜、西红柿、黄瓜，汤锅里的各种豆类、薯类，再配上橄榄油、奶酪、坚果和鱼肉，这种地中海式的均衡饮食在欧洲相当普遍。面包往往只是整餐的一部分，搭配上健康的脂肪和蛋白质后，碳水的吸收速度进一步放缓。例如，一份典型的法国早餐可能是一块全麦面包抹牛油，配一杯牛奶。纤维和脂肪的加入，使得这顿早餐的血糖反应比单独吃白面包要平稳许多。再比如，意大利人用橄榄油蘸面包当开胃菜，油脂会减慢碳水的消化。这些巧妙的食物搭配使欧洲人在享受面包美味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稳住了血糖。相反，如果一餐都是精碳水，又缺乏蔬菜蛋白，血糖曲线就容易坐过山车了。所以，丰富多样、营养均衡的搭配是欧洲人健康饮食的重要原因。3. 生活方式积极，体力活动更多。除了会吃，欧洲人也很会动。走在欧洲的街头，你会发现人们走路和骑自行车的比例相当高。很多欧洲城市提倡绿色出行，上班族骑车通勤是常见风景。周末的时候，全家郊游徒步，自行车环湖，公园慢跑也早已融入生活。正是因为日常活动量大，欧洲人普遍维持了相对健康的体重，不易出现严重肥胖，而体重控制良好，肌肉活动多，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就更高，血糖代谢更高效。据研究统计，
经常运动的人群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要大大降低。可以说，面包提供了能量，但是欧洲人通过日常的消耗把它利用掉了，而不是囤积成脂肪。反观一些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即使饮食相同，长期缺乏运动也会让血糖调节变差。有句谚语说得好，迈开腿管住嘴。欧洲人在迈开腿这方面确实做得很到位。爱运动的生活方式无疑是他们糖尿病发生率较低的另一大秘诀。4. 饮食节制有度，控糖意识较强。不少欧洲国家的饮食文化讲究少量多样，他们喜欢一餐中尝试多种食物，但每样分量不大，很少暴饮暴食。比如西班牙的 tapas 小食文化，一顿饭吃很多种小份菜肴；又如法国人用餐细嚼慢咽，饭后再来杯小小的浓咖啡，整个节奏很悠闲。这样的习惯使得总热量摄入得到控制，血糖峰值也不会太高。同时，欧洲人在甜食摄入上也相对克制，日常饮品更多选择矿泉水、苏打水或不加糖的咖啡茶饮，含糖汽水喝的并不多。即使来块甜点，多数人也习惯分享一份蛋糕，而不是一个人吃完。再加上欧洲各国多年来通过营养、教育、食品标签等手段，提高公众对高糖高脂食品危害的认识，大家在选购食物时更懂得查看配料表，尽量避免添加糖过多的加工食品。这种自律的饮食态度，让欧洲人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保持了对血糖的掌控。不像有些地区逢年过节大鱼大肉拼命吃，或是爱喝含糖饮料解渴，久而久之胰岛功能不堪重负。欧洲人适度节制、细水长流的饮食习惯，正是管住嘴的重要体现，也是他们糖尿病发病率较低的一剂良方。以上4大原因相辅相成，共同造就了欧洲人即使酷爱面包，仍能将糖尿病风险控制在较低水平。说到这里，你可能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真正决定健康的并不是单一某种食物，而是整体的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面包本身并非洪水猛兽，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选择和搭配，以及有没有均衡饮食、积极运动和适度节制。欧洲人的经验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就算主食是碳水，也完全可以通过聪明的搭配和生活习惯来把血糖稳稳握在手中。在深入探讨下一个话题前，我们有必要科普2个相关概念：含糖量和升糖指数 GI。 很多人以为含糖量高的食物才会让血糖升高，比如甜甜的蛋糕、糖果。其实不然，食物对血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含糖多少，还取决于糖分释出的速度。这个速度就是用升糖指数来衡量的。含糖量指的是食物里糖类，包括淀粉和糖分的含量多少。升糖指数则表示食物进入人体后引起血糖上升的快慢程度。举个例子吧，白米饭和可乐，哪一个更甜？当然是可乐更甜，含糖量高得多。然而一碗白米饭的升糖作用却未必比一听可乐小。白米饭的主要成分是淀粉，进入肠道后迅速被分解成葡萄糖，短时间就能让血糖飙升，所以白米饭的 GI 值很高。再看可乐，虽然含糖惊人，但如果喝同样碳水含量的可乐，血糖上升速度也很快，因为液体糖分几乎立刻吸收入血。可乐和白饭可以说是高 GI 食物的代表。而反过来，有些食物尝起来甜甜的，但对血糖的冲击却不大。例如水果中的果糖，在有纤维陪伴的情况下，升糖指数反而不高。吃一整个苹果总比喝一杯纤维的苹果汁升糖慢很多。简单来说，升糖指数 GI 就是食物让血糖跑步的速度。 GI 高，血糖赛跑，嗖的一下冲向终点； GI 低，血糖慢跑，缓缓释放能量。同样50克碳水化合物，高 GI 食物可能在半小时内把血糖推上峰值，而低 GI 食物也许要2个小时慢慢消化。长期吃高 GI 的食物，胰岛素反复大量分泌，胰腺容易累坏，细胞对胰岛素也会变得麻木，这就是胰岛素抵抗通往2型糖尿病的大门。但如果选择低 GI 食物，血糖保持平稳，身体更游刃有余地处理糖分，胰岛功能也会轻松很多。所以我们在看待饮食时，不仅要看食物里有多少糖或淀粉，更要看它究竟会不会让血糖快速飙升。含糖量高但伴随大量纤维的食物，比如杂豆、全谷物，可能升糖缓慢，
而含糖量看似不高但缺乏纤维的精致食品，比如精白面包、糕点，却可能使血糖骤升。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欧洲人爱吃的粗粮面包和东方常吃的精白米，在升高血糖方面有天壤之别了。同时，这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挑选稳血糖的食物。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哪些日常食物是控制糖的好帮手吧。说到稳血糖，除了改变总饮食结构，我们还可以在日常餐桌上多安排一些对血糖友好的食材。下面要介绍的6种食物堪称高血糖的克星，如果能坚持每天轮换着吃一些，血糖升高比登天还难。快来看看它们是谁。1. 燕麦。燕麦可是享誉全球的健康谷物，在营养界，燕麦被称为谷物之王也不为过。它富含膳食纤维，特别是贝塔葡聚糖这种可溶性纤维，进入肠道会形成粘稠的凝胶，减缓葡萄糖的吸收速度，帮助餐后血糖平稳下降。不仅如此，燕麦还含有优质植物蛋白、维生素 B 族、矿物质以及具有降血脂作用的成分。对于血糖偏高的人来说，用燕麦粥或者燕麦片当早餐是极好的选择，既有饱腹感，又不怕血糖猛冲。当然，注意选择原味无添加糖的燕麦，自己搭配牛奶或豆浆、鸡蛋和坚果，就是一份营养满分又友好的早餐。长期坚持吃燕麦，有助于提高胰岛素敏感性，让血糖更听话。2. 苦瓜。苦瓜被誉为植物胰岛素，在中医食疗和现代营养学中都享有盛名。别看它味苦，其实良药苦口利于降糖。苦瓜中含有一种独特的生物碱物质，俗称苦瓜素。研究表明，它能够模拟胰岛素的作用，促进葡萄糖利用，抑制糖分吸收，从而降低血液中的血糖水平。简单说，苦瓜就像给我们的胰岛素加了把劲儿。很多糖尿病患者都爱喝点苦瓜汁或吃炒苦瓜来辅助降血糖。当然，苦瓜的营养价值还不止于此，维生素 C、膳食纤维、微量元素都很丰富，经常吃还能提高免疫力，帮助降血脂。一盘清炒苦瓜或者苦瓜煲汤，餐桌上常出现它，血糖指标往往会更漂亮。不过要提醒的是，苦瓜再好也不能过量生吃，胃寒的人也不宜空腹大量进食哦，适量熟食最为稳妥。3. 洋葱。平平无奇的洋葱其实是隐藏的控糖高手呢。洋葱中的有效成分烯丙基硫化物能够刺激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帮助血糖下降。此外，洋葱富含胡皮素等抗氧化物质，能够减轻胰岛细胞所受的氧化应激伤害，这对于长期高血糖状态的人十分重要。洋葱的 GI 值非常低，大约只有10左右，几乎不会对血糖造成负担。无论是生吃洋葱拌沙拉，还是炒洋葱搭配肉类，它都能为我们提供膳食纤维和有益化合物，还给菜肴增添甜辣鲜香的风味。一些研究甚至发现，经常吃洋葱的人空腹血糖水平更稳定。这么看来，洋葱眼泪换来甜蜜健康也算值得。怕辣的朋友可以选择紫皮洋葱，口味相对温和，又富含花青素。总之，洋葱作为日常厨房里的常客，千万别忽视了它的降糖小功劳哦。4. 绿豆。绿豆在东方饮食中扮演着清热解毒的角色，其实它也是低 GI 杂豆类的杰出代表。绿豆本身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升糖指数很低，属于典型的慢碳水食物。用绿豆和大米煮成绿豆饭，哪怕加了一半的绿豆，整锅饭的 GI 值都会比纯白米饭下降不少。这也是为什么夏天人们喜欢喝一碗绿豆汤，不但解暑，还能在吃完烧烤大餐后帮助稳定血糖。绿豆富含植物蛋白、B 族维生素、矿物元素镁和钾等营养，可以说小小一颗豆，营养和功效却很大颗。经常吃绿豆还有助于改善血脂，间接提升胰岛素作用效率。我们可以在日常饮食中巧妙加入绿豆，煮粥时放一把绿豆，或者用绿豆磨粉蒸成绿豆糕，都比纯米面点心更适合控糖人群。不过需要注意，煮绿豆汤尽量少放糖哦，糖放多了可就喧宾夺主，抵消绿豆降糖的作用了。5. 紫薯。五颜六色的蔬菜薯类中，
紫薯以其诱人的色彩和营养价值脱颖而出。紫薯其实是番薯、甘薯家族的一员，因为富含花青素而呈现紫色。这些花青素是强力的抗氧化剂，对改善血管健康、减少炎症有益。而就血糖而言，紫薯相较于白土豆和精白米饭，升糖指数要低一些。原因在于紫薯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而且其中的抗性淀粉比例也较高，进入肠道后消化速度较慢。吃同样重量的紫薯，血糖上升速度往往比吃白米饭慢得多。因此，很多营养师会建议用蒸紫薯来替代部分精白主食，既能增加饱腹感，又摄入了更多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A、前体贝塔、胡萝卜素和矿物质。对于想控制血糖又嘴馋甜味的人，紫薯还是天然的健康小甜点。它本身带有甜味，却不会让血糖过山车般起伏。烤紫薯、紫薯粥、紫薯泥都是很棒的选择。不过紫薯虽然好，也不要一次吃过量，一个拳头大小的紫薯就足够当主食吃啦。过多摄入总碳水还是会累积热量的哦。6. 奇亚籽。近几年走红的网红食物奇亚籽，其实早在古代中美洲就是印第安人的传统粮食。奇亚籽外表看似芝麻小黑籽，遇水却能膨胀形成凝胶，这神奇的性质使它成为稳糖明星。奇亚籽富含膳食纤维和优质的 alpha 亚麻酸、植物 omega-3 脂肪酸，碳水含量不高且 GI 极低。把一勺奇亚籽加到酸奶或豆浆中，它会吸水，变成软软的凝胶粒，增添口感的同时，大大延缓主食中糖分的吸收。很多控制血糖的人喜欢在早餐燕麦粥里或果昔中加入奇亚籽，这样整餐的升糖冲击会温和许多。而且奇亚籽丰富的纤维还有增强饱腹感的作用，让你不容易饿，也就降低了中断吃高糖零食的概率，一举两得。值得一提的是，奇亚籽还是钙、镁等矿物质的良好来源，对代谢健康有全面的好处。吃法上可以把奇亚籽泡牛奶冷藏，做成奇亚籽布丁，或者拌入色拉、谷物片中。不过也要记住，奇亚籽吸水性强，食用时一定要搭配充足的水分，以免消化不适。每天1-2勺奇亚籽就能为你的控糖食谱增添强力助攻。以上6种食物可谓个个身怀绝技，帮助稳住血糖不冲动。它们有的富含纤维，有的含有特殊的降糖活性物质，有的替代了高 GI 主食的位置，将它们巧妙地融入一日三餐。比如早餐来碗燕麦粥加奇亚籽，午餐配点洋葱炒菜，晚餐喝个苦瓜汤或加根紫薯当主食，饭后来杯淡淡的绿豆汤。日积月累，身体的血糖调节机制会越来越稳定，不妨每天换着花样吃，让味蕾不重样，血糖不失控。说完欧洲，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来一个横向对比。从饮食习惯上看，亚洲人以米饭和精致面食为主食，而欧洲人以面包，尤其是全谷物面包为主食，这本身就有很大区别。以常见的主食 GI 值相比，白米饭、白面条的升糖指数普遍在80左右，甚至更高，而全麦或黑麦面包大约在50到70不等，差异明显。简单来说，一碗白米饭可能让血糖升高得更快、更猛，而一片全麦面包释放的葡萄糖则平缓许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亚洲饮食就一无是处。东方饮食文化中也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元素，比如蔬菜种类丰富、豆制品摄入多、烹调用油适量等。但在主食和甜食方面，现代亚洲的确面临一些挑战。过去农耕时代，人们体力消耗大，主食吃得多也能代谢掉。但如今生活方式转向久坐办公，若还是维持高碳水的饮食，顿顿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就容易出现热量过剩和血糖问题。此外，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近年来糖尿病高发还有一个因素，加工食品和含糖饮料的摄入增加。比如在某些国家，珍珠奶茶、甜饮料、精致零食在年轻人中大行其道。这些高糖高热的食物让原本以清淡闻名的东方膳食失去了平衡。相比之下，许多欧洲人依然保持饭前来点沙拉，日常喝无糖汽水或茶、水果当甜点的习惯。
隐藏的糖分摄入相对少。再者，亚洲的饮食文化中有时存在劝饭多吃的传统，一餐吃撑吃饱被视为好客或满足，而欧洲更提倡适可而止，留一点余地。这些细节差异都会影响长期的代谢健康。举个典型对比的例子，一位欧洲上班族的午餐可能是全麦三明治夹鸡胸肉和生菜，配一小杯酸奶，而一位亚洲上班族的午餐可能是一大碗盖浇白米饭加上一杯甜饮料。前者这一餐提供了纤维、蛋白、适量碳水，血糖缓慢上升，后者则一下子摄入大量精米和糖分，血糖峰值自然高起。如果这样的模式日复一日，久而久之，亚洲人的胰岛素负担和发胖风险就更高。难怪近年来一些东亚国家的糖尿病患病率反而赶超了西方。当然，每个地区的人种体质和遗传背景也有差别。研究发现，东亚人群在较低的 BMI 身体质量指数下就容易发生2型糖尿病，这意味着亚洲人体内的脂肪分布和胰岛功能特点可能让他们对高碳水饮食更为敏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更需要借鉴欧洲那套碳水管理术，通过增加粗粮杂豆比例，减少精制糖摄入，适当控制总饭量，再加上鼓励日常多活动，亚洲人也完全可以把血糖曲线变得平稳。其实，现在很多亚洲国家也在提倡全谷杂粮饭、均衡膳食宝塔等概念，正是意识到调整传统饮食结构的重要性。总之，欧亚饮食各有千秋，我们并非要完全改变自己祖辈传下的食谱，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传统饮食在现代生活下焕发新活力，为健康服务。最后，我们来聊聊糖尿病前期这个话题，这是很多人容易忽视却非常关键的阶段。糖尿病前期指的是血糖水平高于正常但还未达到糖尿病诊断标准的状态，也就是常说的空腹血糖受损或糖耐量异常。你可能不知道，在我们身边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正处于糖尿病前期而不自知。比如有调查发现，在某些亚洲国家中，每2人里就可能1人血糖偏高，但尚未确诊糖尿病。糖尿病前期往往没有明显症状，很多人只是体检时发现空腹血糖或餐后血糖略高，这正是一个危险又宝贵的信号。危险在于，如果听之任之，几年内相当比例的糖尿病前期会发展为真正的2型糖尿病。保于这个阶段通过积极的生活方式干预是可以逆转的。饮食管理在糖尿病前期尤为重要，可以说餐桌上的改变就是扭转命运的钥匙。研究表明，通过控制饮食和加强运动，糖尿病前期人群每年大约有1半可以把血糖降回正常水平，大大推迟甚至避免了糖尿病的发生。所以，如果你或家人有血糖偏高迹象，可千万别抱有还没到糖尿病不用管的侥幸心理。恰恰相反，现在就是行动的最佳时机。回顾一下欧洲人的经验和我们列举的稳糖食物，他们对糖尿病前期同样适用。用粗粮杂豆替代部分精白主食，让饭菜多一些天然的蔬果和适量优质蛋白，减少含糖零食和饮料，坚持饭后散步或每周几次锻炼。这些听起来简单的生活习惯，却能给胰岛细胞减负松绑，让血糖重新回到安全范围。有人把糖尿病前期形容为亮黄灯，提醒你前方道路可能有危险，但你还有机会调整路线。只要从现在开始管理饮食和生活，完全可能让黄灯重新转绿，避免进入红灯警戒的糖尿病状态。即便是不幸已经确诊了糖尿病，通过科学饮食管理和药物治疗结合，很多人也一样可以把血糖控制得很好，像普通人一样享受生活。关键就在于长期坚持和科学态度。为什么欧洲人爱吃面包，却糖尿病发生率低？现在我们知道答案并不神秘，那4个原因：聪明的主食选择、均衡的营养搭配、勤奋动起来的生活方式，以及克制自律的饮食习惯，才是背后的真相。同时，我们也找到了6位饮食界的降糖明星，他们是日常厨房中平凡却强大的食材，只要善加利用，就能帮我们牢牢稳住血糖。对于想预防或控制糖尿病的人来说，这些经验都弥足珍贵。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是相通的，东方也好，西方也罢，均衡饮食加适量运动加良好习惯，就是防控糖尿病的黄金法则。与其谈糖色变，不
不如像欧洲人那样享受食物本身的滋味，同时做自己健康的主人。从今天开始，让我们尝试在米饭里加点豆，在餐桌上添份菜，在闲暇时动动腿，在甜饮料前多些克制。小小改变日积累，终将换来体内大大的不同。愿我们都能吃得开心，动得舒心，活得安心，把血糖控制在理想范围内。到那时，你尽可以放心地对美食说：“我爱你，但我更掌控你。”健康人生尽在掌握。